我们秉一盘长虹10里8乡，靠的是台柱子王金龙撑门面。他也知道自己值钱，所以才敢在出演庙会压轴戏的前一夜，带着全部演员逼宫。李念祖，没我王金龙主唱，明天百年庙会压轴戏，你连开场锣都敲不成。对，庙会是咱镇里最重要的盛会，到时不仅10里8乡的乡亲到场，听说县会长也来，没我们，你全都完蛋。他们以为我会妥协，殊不知我等的就是他们走人。王金龙，我看你是自恃秉一坛半壁江山，觉得这班子离了你一天也转不成，难道不是吗？李念祖，你一场戏都没唱过，我爹也是老糊涂，亲儿子不传，这么多名角师兄弟不传，偏偏把戏班传给你这绣花枕头小徒弟。王金龙，你还好意思提你爹？老班主他不就是被你气得一病不生，才叫我回来接手戏班的？那还不是因为我那个糊涂爹死活不肯受我绝学断桥。念宗，你少废话，今天必须给我们兄弟几个3倍涨薪。涨薪？出去打听打听10里8乡哪个戏班的伙计有你们1半待遇好，别得寸进尺。那是我们应得的。我今天不仅要涨薪，还要你滚，归还老子的秉一团，不然兄弟们就不干了，看你怎么演明天庙会的压轴戏。不行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李念宗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央戏科班出身又如何？你回乡3年从不上台亮嗓，不就是个靠着伺候好我爹吃空粮的甩手掌柜？就是，你以为每天坐在后台喝喝茶翻翻本子，这戏班就能运转？还不是靠我们卖唱？论唱念做打，小班主哪一样比得上金龙哥一根手指头？秉一版100年招牌，是我们这帮卖命唱戏的人撑着，不是你这个从不开口的班主撑的。既然今天你们执意走，工钱结清，出门不送。行，算你李念祖有种，庙会压轴戏见，老子等你李念祖跪求我回去。小班主怎么办啊？压轴戏《白蛇传》本来就是王青龙的绝活，他还把所有能上台的人都带走了。唉，现在换谁来唱？这换人都没地儿换，不是把咱们往死路上逼吗？谁说没人？不仅要换人，我还要换戏。换戏？换什么戏？小班主，咱们连个挑大梁的都没有，换戏那不是更乱？换戏，我主唱。什么？竟然是失传30年的绝唱断桥！这是老班主留下的祖传孤本断桥，也是我秉一班的绝唱。金龙他戏好，人却焦躁，没我这个爹压着，迟早栽跟头。把戏班交给他，我不安心，所以才叫念祖你回来继承衣钵。日后金龙他要闹，不必留情。师傅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，肯定把戏班发扬光大。好，念祖，你记住，不到山穷水尽，绝不能祭出这折断桥，这是咱们压箱底的招牌。师傅，我记住了，您放心吧。这就是断桥，当年让老爷子一嗓子出名，风靡全国的断桥。是啊，听说就是因为这折断桥，老爷子还受邀参加了万国汇演。是，师傅早料到了今天，秉一盘绝不会因一个王金龙解散。话虽如此，断桥招牌是响，可唱大戏哪有小班主您一个人独角戏的道理？演员乐手都跑了，谁来搭台？那就组建草台班子，我这就去找村里会唱的叔叔婶婶，一样不差。张大妈，刘大叔，您俩是咱镇有名的梨园抗旅，我就不绕弯子了。这次庙会，王金龙撂挑子不干了，想自立门户。今晚上门就是想请您2位救场。按理说，我也是你师傅的半个徒弟，这忙我该帮。可惜我有旧伤，10几年没上过台了。唉，我也是，前些天做过体检，医生不让我再唱戏了。我女儿也是3令5声，管得紧。金龙哥，好消息！我去打探情况，李念祖去请镇里几个会唱的老人，全都没来，没人搭戏。他李念宗再能也是白搭，等着瞧吧！马上他李念宗就要跪着来请我回去。金龙哥，李念祖跑镇门口唱戏去了，
唱的好像还是您的拿手好戏《白蛇传》，就是词儿不太一样。就他李念宗，哼，能唱出什么鸟样？走，去看看他唱的哪出。西湖山水换依旧，憔悴难对满眼秋。山边枫叶红丝染，不堪回首已旧游。这也太好听了，这就是秉义班的新任班主李念祖吧？真不愧是秉义班，好听！李班主，再来一段，听不够。当当湖，雨须浪，西湖邂逅，皆与山林。李念祖这调子听着怎么这么耳熟？金龙哥，这不就是您常唱的《白蛇传》吗？李念祖这是偷您的活呢。不对，不是《白蛇传》的词，这好像是当年我爹私下哼过的调子。哼，不过是捡了我爹剩下的几句碎调子，东拼西凑糊弄人罢了。洋戏毕业又怎么样？没上过台的球，唱的再好听也是花架子。就是，哪儿比得上金龙哥您唱的《白蛇传》？那才是十里八乡独一份的。谁说的？我看这秉义班的小班主还挺有实力，听着比他家主唱王金龙还多几分韵味。胡说！他李念祖也就会哗众取宠。你不爱听别听，走走走，少打扰我们。我看你就是嫉妒人家唱得好。多谢各位乡亲捧场，想必大家也听说了，昨天秉义班原班人马走了大半。不过明天庙会的压整戏，我秉义班不仅不会取消，还要唱祖传绝唱。大家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我们秉义班的招新告示：12个小时合演庙会压轴戏圆满胜利者，均分秉义班收益。李念祖，你疯了！秉义班的钱，你凭什么分给这些外人？还什么祖传绝唱？我就不信我爹能把断桥传给你！秉义班的钱是唱戏赚来的，谁唱戏谁就该拿，总比给某些得落妄土、气死亲爹的白眼狼强。我白眼狼？我王金龙毕生耗在秉义班的戏台上，到头来我爹死不肯受我绝学断桥，连你李念祖也宁愿把秉义班分给外人，都不分给我。我得不到，谁也别想有。大家别信他，他李念祖苛待戏班成员，卸磨杀驴，跟着他没好下场。对，我们辛辛苦苦干1年，还不如他李念刚1件衣服贵。我们跟着他干了这么多年，每天起早贪黑练功，他给我们几个钱，连养家糊口都不够。昨天我们就是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才跟他要求涨点血汗钱，结果他呢，二话不说就把我们全赶出来了。他就是把我们当牛做马，把赚的钱全揣自己兜里了。不会吧？李班主看着不像这种人啊。不好说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王金龙毕竟在秉义班干了这么多年，还是老班主的亲儿子，说的应该有几分道理。大家来看这后台监控，就知道到底是我秉义班苛待成员，还是他王金龙欺人太甚。那是我们应得的，我今天不仅要涨薪，还要你滚，归还老子的秉义班，不然兄弟们就不干了，看你怎么演明天庙会的压轴戏。原来是王金龙趁火打劫，自己先叛逃，还倒打一耙。瞧瞧，现在还落荒而逃了。各位不必管他，招新继续，有想报名的来我这边面试。小班主，我老周虽然是个杀猪的，早些年学过拉二胡，10几年了，但手艺没落下，还是你们秉义班的老戏迷了。你看我行不？念祖，我也是。刘婶我会打锣鼓，那10里8乡的白事儿不仅买豆腐找我，吹吹打打更少不了我。李班主，我姓陈，当兵前是实打实的武生，这些年技艺没丢。还有我，念祖哥，您叫我小鹿就行。我刚毕业，大学学了4年的青衣，我不要钱，只要小青的角色给我行吗？成，4位跟我回秉义班后台细说。班主，看他们这表现，从街上拉几个人唱戏还是太勉强了。停，4位，咱们没有磨合，从零开始。一出大戏，生旦净末丑，锣鼓丝弦，
缺一环都成不了戏。老周，您先来按着这个谱拉段开场的二胡。停，这调太长。班主，我这杀猪的手粗得很，您说我该怎么改？这里要用反二黄，悲切但不能哀，得有股子韧劲儿，像您杀猪时捅进去的那股寸劲儿，狠但不能泄。你听我的。好，没想到小班主您还是个全才。刘婶儿，该您了。念祖，我就白事上敲过锣鼓，这戏班的急急风，我怕搅了您的局。搅不了，您卖豆腐，切豆腐要准，下刀不能偏，打锣鼓要狠，落锤不能虚。来，痛快，比卖豆腐痛快。哎呦呦，还真是上岁数了，摔不动了。陈叔，武生不是硬摔，是提气，气一提，100斤的身子就轻了。您看，班主，成了，这感觉我找着了，就像当年新兵连第一次打靶中靶心那一下。为你我受尽了人间苦。停，不是喊，是送，声音像根线，从丹田起，过咽喉，绕到后脑勺，再送到最后一排，气沉下去，眉眼要含悲。人间苦。李老师，我好像摸到门了。李念总，明天庙会10里8乡的乡亲都要来，县会长也要出席，这是全镇的脸面。你就这么几个人，到底能不能唱成戏？您是主办庙会的张文会长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排练没注意，有失远迎。少客套，李念祖，明天庙会压轴可容不得你砸场子，这戏到底能不能唱成？李念祖，这就是你的班子，一个杀猪的，一个卖豆腐的，一个退伍老兵，一个女大学生。张会长，人齐了，戏就能唱。王金龙带走了所有角儿，你就靠这几个门外汉撑得住场。张会长，我不跟您吹嘘，您就看我们现场演的这一出，撑不撑得住场？好，我看看，唱砸了，这庙会压轴我就换人。班主，会长还看着呢。看着才好。老周，你就拉你的二胡，别想他是谁。小青梅且慢居，龙涎宝剑，徐郎啊，你莫要怕细听我言。我本是峨眉山千年张会长，这嗓子敞亮，不要说话，先听李班主唱。人心将我伤，端阳姐姐全红香。这调头真像啊！像什么？像省城大戏盘的调口。李班主好身段。断桥啊断桥，你桥断情不断。我与你恩断义绝在今天。张会长，见笑了。这真是你唱的，好啊，唱得好。他们几个也是，就练了这几天，就一点不拖后腿了。报告会长，这些人是我刚招回来的，就练了半天。是啊，版主一句一句抠出来的，我嗓子都哑了。好，念祖啊，我只认秉一盘，我相信你。回去告诉镇上，庙会压轴还是秉一板，谁要是再敢在这节骨眼上使绊子，就是跟我张文过不去。金龙哥出事了，张会长公开占李念祖，给他压轴新戏招看客呢。现在外面都传，秉一班离了您，反倒更出名了。他李念总有人撑腰了不起，
我王金龙也有管庙会后台的亲兄弟，我让他李念祖登不了台。这戏台我们王家杂耍盘租了，你们秉义班的另寻他处吧。王叔，这戏台是我们秉义班定的，庙会压轴的场子。定，钱退你们了。现在这台子姓王。念祖啊，来晚了。这好台子讲究个先来后到。王金龙，你小子真不地道！怎么想动手？老周，不要动手。李念祖，没台子你唱什么？唱给鬼听？还是说跪着求我？我帮你跟组委会说说。王金龙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非要毁了师傅的秉义班，那咱们各凭本事争看客。这台子我们让。班主，马上就开戏了，咱把戏台让走了，可连块落脚的地儿都没有。就是，李念祖，你就说大话吧。王金龙，你别忘了，戏台不是唱戏的唯一地方。什么？30年前，我师父就在那土戏台上唱的《断桥》，台下坐满了人，连县太爷都站着听。今天这出，唱的就是情怀。班主，那台子都塌了半边，漏雨又漏风，这怎么行？塌了就搭起来。班主，我跟你去，我老周杀猪有力气，正好搬木头。我也去，卖豆腐的扁担能扛竹竿。李老师，我帮您，我大学修过舞台设计。李念祖，你失心疯，那破台子风一吹就倒，你等着被砸死吧！金龙哥，你站的是台子，我守的是戏。台子会塌，戏不会。念祖，我家有门板，我给你扛来。我家有竹竿，还有红布。真是好多年了呀，还是过去的土戏台听着最有滋味儿。没错，没错，还是这样好。李念祖，没有观众又如何？我偏要你的草台子砸招牌。去，给我切断打鼓场的电。没有灯光，我看他怎么唱夜戏。去，给我切断打鼓场的电。没有灯光，我看他怎么唱夜戏。金龙哥，这要是被发现，在村里可就抬不起来头啊！抬不起头？李念祖今晚要是唱成了，咱们才真抬不起头。他一个甩手掌柜，领着几个杀猪卖豆腐的，把咱们这些正经科班比下去，往后10里8乡，谁还请咱唱戏？行，金龙哥，我这就去。还有，趁乱把李念祖的戏服也一起拿走。李念祖，这回插翅难飞。怎么突然没电了？一点都看不见了，真扫兴！不看了，不看了，回家睡觉。肯定是王金龙那孙子拔的电闸，我去找他算账。老周别冲动，现在去找他也没用，观众都要走光了。李班主，咱咋办？春桃，去后台把旗灯和彩纱全部拿来，再把戏班供奉的那12面铜镜也搬出来。12面铜镜，那不是老班主留下的老物件吗？就是现在用，快去！各位乡亲，稍安勿躁，不是跳闸，是有人剪了电线。不过不要紧，戏要开场了。班主，东西齐了，可这气灯怎么弄？气灯依次点亮，第一盏蒙白纱挂台左柱，照台心，伴月光；
第2枕蒙蓝纱，挂台右柱，打台沿，半湖水。第3枕蒙青纱，至台中后方，照后方布景，半远山。嘿，这光还怪好看的，跟真月亮照水似的。挂个纱就变景了，有点意思。春桃，你听我说，铜镜怎么摆？班主您说，我马上办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头一次见戏台子拿镜子打光的，跟电视里那些大舞台似的，不，比那儿还好看。哎呦，这可比刚才的电视灯有耳多了。月亮地儿唱断桥应景儿。不走了，不走了，就冲这光，今晚也得看完。幸好赶在开场前布置好景了，得赶紧上台。不好，戏服被偷了！戏服被偷了。我就出去看了一圈灯，前后不到半盏茶的功夫，回来就没了，桌上就剩一块空布。这真要命了！白素芝的戏服整套都在里头，白裙、水袖、腰逛、头面全没了。这是掐着点来的，知道咱们快开场了，专偷主角行头。哟，怎么一个个哭丧着脸？吉时都快到了，人家外面观众板凳都坐热了，等着看秉义班的绝唱呢。怎么我们的新名角李念祖还不换戏服？王金龙，是不是你趁断电偷的戏服？春桃姑娘，用手指人可不礼貌。怎么，李班主自己东西看不住，赖我头上？王金龙，你又是折腾断电，又是偷戏服，现在就是来趁火打劫。怎么能算趁火打劫呢？唱戏的事儿那叫救场。李念总，你现在低头还来得及，出去跟观众说，秉义团因故无法演出，庙会压轴，还是我王金龙来。做梦！秉义班是你爹的毕生心血，你为了一己私利就这么作践他？我秉义班不收卑鄙小人，你给我滚！不识好歹，是你自己非要砸秉义班的招牌，我倒要看看你李念祖连套戏服都没有，还唱什么戏？你就是真能记出来断桥都没用。小班主，都怪我没看住戏服。不怪你，而且谁说我们没戏服的？念祖哥，你的意思是你还有后手？刚才只是怕王金龙知道了又捣乱。对，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后手，也是秉义班的底气。这是老班委万德慧演那件戏服。小班主，你师父交代过，不到秉义盘生死存亡，不许动这件。老乐师，今晚这场戏，赌的就是秉义团身败名裂，还是一战扬名。我赌我赢。春桃，报幕。破烂班子配破烂台子，李念宗啊，李念宗，今晚过后，秉义班这3个字就得从镇上抹了。金龙弟弟说的是，那土戏筝风一吹都晃悠，还能唱大戏？笑话！等着瞧，不出3分钟，台下的人就得跑光。听说角儿全跑了，就剩个班主带着几个杀猪的卖豆腐的在后台，到现在也不上台。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秉义班没人了，快滚下去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散了散了，去听杂耍吧，至少还能看个热闹。班主，台下的人真要走了，起哄的比坐着看的人还多。好戏开场，他们走不了。锣鼓起！戏服都没，这李念宗还真敢上场。李班主这扮相，绝！李念祖他竟然祭出了我爹压箱底的戏服，果然是被逼上绝路了。哼，扮相好又如何？绣花枕头一个，还是东施效颦老子的绝活《白蛇传》。小青梅，且慢居，龙
结下姻缘，我情愿与官人同生同走，死也要与他同葬一丘。这李小班主比那个台柱子王金龙唱的好太多了，这才是角儿，这才是真正的角儿啊！为妻我舍生忘死将你救，你不该被为妻又把那金山来偷。好，好，念祖你是给全镇都争足了脸。我要拍视频发网上，让网友们都看看。断桥不断，恩情断。金龙兄弟，老爹竟然真的将断桥交给了李念子，李念子还真唱成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以后的饭碗，难道真给自己砸了不成？李版主不在，得看他档期。您稍等，我记一下。喂，是秉义堂。什么？下周3？我看看排期。我的天，这场面，我老周活了50年没见过，比年级还热闹。念祖那晚一嗓子，把10里8乡的戏虫全给勾出来了。真是一场断桥，换来10里8乡戏迷亲连心的整座桥。版主，今天第12个电话了，赵家镇、张家庄、城关镇文化站全要请咱们唱戏，我嗓子都说不出话了。喝口水去，再有电话我来接。李版主在哪儿？我们要采访。那段断桥视频网上播放量破100万了。县里的几家报纸也要稿子，快拍！念祖在哪儿？张会长，这儿。县里来消息了，李版主，你那出断桥给咱们镇长了脸，县文旅协会的会长都看了视频，专门打电话来问。你小子真是块宝，一会儿人来了，好好配合采访。李版主，网上都说您是断桥传人，您怎么看？我不是什么传人，我就是个唱戏的。我师傅说，戏比天大，把戏唱好，才对得起台下的人。我王金龙在秉义班唱了10年，10年，他李念祖就凭一晚上就把我10年的功劳全抹了。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秉义当会多接戏，让更多乡亲听到好戏。去，给我查，他们接下来接了什么戏？我要好好招呼招呼我前东家，有一个我就搞黄一个。咱镇多少年没出过这样的角儿了。老孙，县里非遗展演大赛，咱镇有一个推荐名额，我建议推秉义班。你先把身旁表给我送过来。对，现在。一模一样，30年前王老爷子就是这么唱的。包拯不是莽夫，他是大宋的御史中丞，他怒，但怒中有思。你这一嗓子要沉，不是吼。张会长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李版主，你那出断桥我看了不下10遍。县里要办非遗戏曲展演大赛，镇里有一个推荐名额。秉义坛100年历史，祖传孤本3代传承，不能只放木箱子里，得让全县的人都知道。非遗大赛，李版主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全县20几个乡镇，每个镇只能推一个班子，决赛在县里比。春桃，
给几位贵宾泡茶。副会长，我是金龙班王金龙，非遗大赛的事儿，我想跟您聊聊。你消息倒灵通。副会长，非遗这种事儿得看底蕴，丙一盘才红几天，网上火一火就完了。金龙盘在安和县唱了整整30年，论资历论积累，我们才是正宗。材料我收下了，评审会明天开，你回去吧。金龙班30年履历确实厚重，但丙一班这孤本传承是实打实的文化遗产。文化价值两者都有分量，不过非遗大赛看的是技艺和传承，不是历史长短。金龙班有30年历史不假，但各位刚才看的视频断桥那段，镇里哪个班子唱得出来？班主，非遗展演大赛的正式批文。班主，这是真的？是真的。还有3个月，3个月后咱们去县城。丙一班拿到了非遗资格，好，那就砸砸他们的场子。这3场全接。镇上民俗庙会大戏，县里周老板60寿宴堂会，邻村请戏大集，3场大戏连轴转。班主，人手够吗？赵强、大林、小武3个新伙计，趁着机会磨磨刀。丙一坛不是以前的丙一坛了。班主，我一定好好练。庙会寿宴大集，3场戏，第1场就是1000人大场面。都听好了，第1场庙会铡美案，3天后开锣，从今天起每天排到12点，谁要是掉链子，我亲自补上。3场大戏，1场都不能砸。可王金龙真的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唱完吗？王金龙，你干什么打砸我们戏台？李念祖，你一个靠网上视频红的草台班子，也配在镇上开锣？杀猪的、卖豆腐的、退伍的、没毕业的，这也叫戏班？今天这戏你演不了。张会长，王金龙砸您请丙一盘唱的戏台子，请派人处理。各位乡亲，有人不让唱，我就问大伙儿一句话：今天这出铡美案，你们想不想听？听到了吗？戏台下面的人说了算，不是你。王班主，站台上不走也行，那就站好了。你敢不敢看我唱完这出铡美案？包拯铡的就是陈世美，你就不怕？下一个铡的是自己。包龙图大坐在开封府，尊一声驸马爷，细听端详。走不得，走了这脸就丢到十里八乡了。曾记得端午日朝贺天子，我与你良辰吉日结发夫妻，你冷了结发恩，你真是人间禽兽，人面兽心，衣冠中的败类。李班主，我带人来了，闹事的人呢？金龙班主，戏还没完呢，怎么走了？班主，王金龙这次丢了这么大脸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他要来明的，咱们就用戏压他；他要来暗的，咱们接着就是。2场戏，还有2场，告诉大伙儿，今晚继续排。
我要让秉义班的第2场戏连台都不敢上，把他们的戏服都撕烂。班主，戏服被剪了，有人动了手脚。连琴都给我弄断了！缺大德的东西，这怎么办？马上开锣了！班主，还有不到半小时，补都来不及。不补。春桃，把师傅那件旧蟒袍拿来。那件旧蟒袍颜色都褪了，穿上去看着寒酸。退了才叫包拯。包拯本就不是穿新衣的人。驸马爷近前看端详，上写着秦香莲32岁，状告当朝驸马郎，欺君王庙皇上，悔婚男儿赵东床。我亲手毁掉的戏袍，怎么就成了李念祖最狠的武器？李班主，这件袍子有故事吧？有，我师父穿它唱了一辈子，后来压在箱底30年，今晚是他第1次出来见客。我爹活着时候是最爱听你师父的戏，他说王老爷子的包拯那叫一个铁骨铮铮。今天我算是看到了。下个月我生意的周年庆典，不请别人，就请秉义盘。价钱你开，我不还价。李念祖，剪了你新袍子，你穿旧袍子；抢了你戏台，你打情怀牌。我每次都以为自己出的是绝杀，你每次都拿它当跳板。此仇不报，我跟你姓。李念祖，我用低价钱把你的戏全抢了。喂，赵站长，我是秉义班春桃，咱们签的那个庙会合同，什么？退了？孙管家，大院的堂会也退了？三河村李主任定金都不要了？春桃，王金龙带着金龙班的人一家一家上门，报价只有咱们一半。赵家镇当场换了合同，敬老院被他拿张大使的履历表也签了。班主，咱们也降价？不急，春桃，我们秉义班有一样东西，他王庆伦抢不走。什么？非遗大赛的入场券，他王庆伦抢得走戏台，抢得走这张门票吗？王金龙靠低价抢戏，他抢的是场子，抢不走手艺。非遗大赛还有3个月，正好沉下心打磨技艺。班主，3个月不开张，吃什么？谁说不开张？有戏就演，没戏练功。从今天起，上午练功，下午排戏，晚上对词。3个月后非遗大赛上，我要秉义堂拿出3出压湘北的戏。排哪3出？铡美案、断桥。
跟着金龙班能有前途，留下吧，咱们一起练。铁面无私担心重，做官最怕最怕。唱的啥玩意儿？退票！退了退了！班主，明天最后一场，我真唱不动了，嗓子不是铁打的，再唱就废了。王班主，明天那场实在不行，我们请别的班子，违约金不要了，就当辛苦费，就这样吧。王金龙，你这样对待兄弟，他们的嗓子，他们的命，在你眼里就值一场戏吗？金龙专炸那贪官污，忘词了。驸马爷休要趁王河。忘词儿又跑调，走步像泥鳅，什么玩意儿？换人！换人！换人！金龙班就这水平，退票！退票！好，王班主，不用唱了，金龙班的合约到此为止。备车，我亲自去请秉义班。王金龙，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。你的金字招牌摔碎了，你拿什么补？李班主，金龙盘在东河村唱砸了，台子还在，观众还没散，能不能请您救个场？春桃，开戏箱。赵强，去通知老周他们。10分钟，门口集合。龙车凤辇进红尘，御街上来了我讨饭的人。眼不明，观不尽，花花美景，看不见汴梁城文武功绩。跟着金龙班还能有出头之日吗？我想回秉义团，偷偷回去也行。李班主，一个废了嗓子的老伙计，你还肯收吗？5天6场，班主你贪多嚼不烂。东河村那一场，脸全丢光了。12里8乡乡都在传，金龙班唱砸了，东河村的主家当着几百号人叫停锣，转头去请了秉义班救场。现在外面都在说金龙班是低价揽活，高调丢人，都给我闭嘴！只要把单子全抢了，他们无戏可演，到时候金龙班就是10里8乡唯一的戏班。你猜那些主家是请咱，还是请空气？班主，你疯了，这是饮鸩止渴。可我要是这时候走，连这个月的份子钱都拿不到。四海哥跟着金龙班有前途吗？先好好干，先渡过难关再说，反正没在秉义班好。班主，
大赛上，我要让大赛的评委知道，道镇有个秉义班，场子被抢了，手艺还在，台子没了，戏还在。金龙哥，我嗓子扛不住了，兄弟们也尽力了，要不取消1、2个吧？这马上就成了，他李念周很快就完蛋，再坚持坚持。可是，咱班子……行了，这场仗还没完。他李念祖真以为我王金龙离他干不了？手臂南山，好家伙，寿比南山都能唱错，这李太后是饿死鬼投胎？金龙班这是来祝寿，还是来添晦气的？锣鼓起！王班主，我是东街赵家的，下月初8的堂会，我们请了别家。王班主，西河镇李家的寿宴取消了。王金龙啊，南城茶楼的场子以后不用来了。不是我说你，周老板亲口封杀的班子，谁敢用？你要体谅我们。瞎了眼的东西，全他妈是捧李念祖踩老子的货！我自己。老周，是我，王金龙。金龙，现在这时候打来秉义坛的事儿，我跟你透个底，秉义盘要是活着，咱俩都没好日子过；秉义盘要是倒了，分成我给你。这次只要能搞垮他们，以后道西镇的戏盘生意全是咱们的。你想怎么弄？
你是管文化档案的，违规操作的证据，低俗表演的帽子，资质造假，你就说有没有办法？明天晚上吧，老地方见。我亲兄弟是现场的，可以出证。就说庙会那天，李念祖演断桥，内容不符合传统美德，有伤风化。光你兄弟一个人证不够，得3份材料，现场管理人员的证词，文化站老干部的鉴定意见，再加1份举报信。3份材料递上去，至少封班子查3个月。等非遗大赛过了，他们连参赛资格都没了。怎么了？接到举报，丙一班庙会演出涉嫌内容低俗，班子资质存疑，传承履历造假。经核查，自即日起暂停一切演出活动，这是正式通知。放屁！哪儿低俗了？哪儿造假了？念祖的戏那是他师傅传下来的孤本，3代人。封条贴门，3天内自行清理场地，逾期强制搬离。断桥是流传300年的戏曲经典，歌颂的是忠贞不渝的爱情，从来不是什么低俗内容。他们封得了门，封不了人心。班主，去哪儿？去县里，要清白。你就是丙一班的李念祖？是我。下达演出资质暂停核查通知书已经3天了，就是让您看看，丙一班到底是什么班子。这是第1层，3代传承谱系；这是第2层，观众联名血书。庙会那晚几百个乡亲的签名和红手印，张文书记的名字也在上面。还有第3层师傅的非遗传承人证书，大红章还鲜红着。第1份现场管理。李班主，评审团到了，按规矩唱一段道表作，15分钟左右。
15分钟，断桥选段。小青黑且满居，龙旋宝剑。徐郎啊，你不要怕细听我言，我本是阿弥山千年修炼，为报君恩来到人间，为救你到灵之舍身枉死，你不该心谗言，骂我催马。断桥不断，情不断，你忍心教为妻独守傲剑谁料你归家门，又把心变，心法暗入金山，再不回还我与他金山寺刀兵相见，不离真真战力难。李念祖传承造假，这3份伪证，证明他3代谱系是伪造的。王金龙，这3份材料我们3天前就查过了。第一，你王金虎的签名，他是利益相关方，已被戏曲协会记录在案。第二，戏曲协会老赵3年前退休，不在现场。第三，这个红手印经笔迹鉴定系伪造。丙一班断桥选段满分通过。3天后正式下文。谢谢站长，感谢您的帮助。金龙版伪造举报材料，诬告丙一盘传承造假，7日已撤销营业性演出资质，3年内不得参与任何官方文化活动。文化站老赵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伪造举报信，停职接受调查。王金龙，你用我的名字写伪证，你是我亲哥。从今天起，我没你这个哥。王版主，周老板寿宴的违约金3万，今天结清。班子散了，没钱。没钱？周老板说了，要么给钱，要么拿着院子抵。王金龙，这院子我租给你3年，下季度租金该交了，交不上，今天就搬。王金龙，我们庙会请你唱戏，你收了定金1000，戏没唱，钱也不退。这是金龙班最后的资质，你们拿去，能换钱就换，换不了就撕。哼，这东西现在不值钱，戏曲协会已经撤销了你们的资质。今天必须搬，院子我要收回来。王金龙，你也有今天。当初你带着人堵丙一班门的时候，想过这一天吗？没想到我还有今天。李念祖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我没脸见你，更没脸见爹。站这儿干什么？春桃妹子，我们想见李班主。见班主？你们金龙班的人见我们班主做什么？我们想投兵一班。投？张四海，你嗓子都哑了，拿什么投？嗓子哑了，身段还在。春桃妹子，让我们见见班主。戏班不是客栈，戏班是家。家人之间要的是信。你们4个人，我一个不少。班主，我们知错了，
看在我爹的面子上，饶了这一回吧。你还有脸提师傅？知错可以活，但秉义班的门不是给逃兵开的。班主，当初我们跟着王云龙走是贪，今天我们来是想活，您连条活路都不给。活路在外面，秉义坛只给细路。班主，您还是这么硬。我不硬，秉义坛早就没了。这行头是金龙班最后的东西，我们不要了，给您留个念想。金龙班的行头我不要，拿走。李班主，打扰了。班主真不熟，张思海的嗓子虽然哑了，但身段确实好。身段好，心不在，要了就是第二个金龙班。班主，那王金虎呢？他管过后台，手艺在，跟不着。后台管得再好，心向着歪路，迟早把台子拆了。这行头真不要。不要，明天送到镇上，当旧货卖了，钱都捐给学校。班主，张思海他们这以后还会来吗？不会来了。有些路走错了，戏台就再也上不去了。首届非遗传统戏曲展演大赛，13个乡镇的戏班报名。13个班子，咱排第几？最后一个报名，最后一个上榜，倒数第一也是第一。哎，班主，13个班子，咱能挤进前几名不？排第几是纸上写的，唱得好不好是台上见。李老师，我拍一段排练发网上，成不？拍可以，别耽误正事。小青梅，且慢举龙轩宝剑。徐郎啊，你莫要怕，细听我言。我本是峨眉山千年修炼，为报君恩来到人间。李老师，火了！咱账号涨了好几万关注，那条视频播放量破10万了。什么火了？着火了？是网上火了，评论区都在问秉义盘在哪儿，什么时候演出？别耽误排戏，网上热闹是虚的，台下掌声才是实的。可是李老师，好多人说原来戏曲这么美，他们以前没听过。没听过，就让他们到台下来听。网上听戏听的是热闹，台下听戏听的是门道。热闹散了，人就走了；门道听进去，人还留得住。班主说的对，网上那些人点赞完就划走了，咱得把功夫练扎实，大赛上见真章。大爷，您找谁？我听说秉义班在这儿排练。您是哪个村的？陈家沟的，
走路过来的，2个钟头。大爷，喝水。我年轻时候听过你师傅的戏，64年前，也是这么个下午，你师傅在打鼓场唱《断桥》，台下坐满了人，连田埂上都站着。我那时候13岁，挤在最前面，仰着头看。你师傅的水袖一甩，金丝银线晃得我眼睛都花了。后来你师傅不唱了，说是嗓子倒了，我以为秉义班没了。我走了2个钟头。比赛场地在3楼，舞台不大，条件有限，比不了大剧院。班主，这地方还没咱打鼓场大。班主，乐队搁哪儿？没池子啊！乐队就在台侧凑合一下，或者放录音。别的班子都是放录音，省事儿。不放录音。看完了，咱们回去。班主，那场地怎么样？舞台不大，座位不到300个，没有乐队池。那咱怎么办？乐队没地方搁，台下也没多少座。就按庙会的阵势来。庙会？那地方连土台子都不是，地板是木的，台下是塑料椅子。不是咱打鼓场的地。没有乐队池，就把乐队放在台侧；没有共鸣，就用肉层。300个座位，坐满了，声浪比打鼓场300人还臭。班主，金州剧社排场大，听说拉了2车道具，咱就这几个人。班主，回去我把弦都换成新的。庙会的阵势，弦不能断。弦不用换新的，手上的弦不断，琴上的弦就不会断。场地看了吗？看了，秉义班刚走。秉义班？那个乡镇推荐的？排最后一个。他们班主说要按庙会的阵势来。庙会的阵势？文化馆300个座位，他当打鼓场呢？通知下去，复赛的时候把乐队池占了，让他们在台侧站着去。这弦用了3年，再磨下去，音就哑了。3根了，再这么敲，院子里的土都得震松。大赛就剩30天了，不磨，台上敲不响。敲响了，手也废了。你的手废了，锣鼓还在，戏班的手不能停。走墙，大林，小五排好。翻300个，今天必须翻完。起来，踩出坑就填，填了再踩。戏台上的坑是翻出来的。陈师傅，这土太松了。土松，是你落地没提气，气提了，100斤的身子就轻了。再翻。
又洒了。春桃姐，要不我帮你端着？不用，端水走的是我自己，台上没人帮我端着。班主，我成了。水没洒，步子还快了2分，再走10遍。还走？台上走台步，台下看的是稳，你稳了，观众才信你。再走10遍，水一滴不能洒。龙车凤辇进皇城，御街上来了我讨饭人。眼不明，观不见花花美景，看不见汴梁城文武公卿。臣保证归金殿，听过木素冤，一字字一句句痛彻心间。20年前遭陷害，冷宫之内受熬煎。李老师，网上又涨了3000关注，都在问大赛什么时候演。手机放下吧，今天不排。可是网友都说想看排练呀。拍出来的戏是片段，练出来的戏才是整出。网上的人看片段，台下的人看整出。你拍片段，耽误练整出。那不发了？大赛完了再发，现在练功。新弦色得拉3天才能顺。你拉3天，我敲3天，手都麻了。麻了也得敲。大赛上，你停一锤，台上就乱套。我知道，我就说说。起来，再翻50个。陈师傅，翻不动了。腿抽筋，手肘破了，一撑地就疼。台上唱到一半，腿抽筋，手破了，你跟观众说歇会儿。观众买票进场，你说疼就不演了。师傅，我再睡会儿。睡？台上唱戏的时候，你睡一个试试。翻！让他们歇一刻。翻跟头结果不是拼命，是换气。班主，大赛就剩30天了，不拼不行吧？拼是拼，不是送命。气断了，台上接不上，歇一刻，再翻。师傅，大赛上13个班子，荆州剧社排第1，咱排最后，咱能赢吗？赢不赢，不是唱给评委看的，那是唱给谁？唱给台下的人听。评委坐在台下也是人，可评委打分啊，分高了就赢。分是评委打的，但戏是唱给全场听的。全场鼓掌了，评委的分才敢往上抬；全场冷了，评委不敢给高分。那就把评委当观众，别当打分的人。打分的人也是听戏的人。春桃姐，这排场，别光看，咱也有咱的阵势。贴高点儿，对，再高点儿。让进来的人都看得见。非遗传承人亲传，这可是正根儿的。荆州剧社年年拿奖，这回又是冲第1来的。小鹿，把海报上的字记下来。记什么？字，他们写什么，咱得知道。春桃姐，不看了，看完了。字写的大，戏不一定唱得响。班主，荆州剧社的海报贴出来了，巨幅的，占了半面墙。写的什么？非遗传承人亲传，主演是班主亲徒弟，号称正宗嫡传。非遗传承人，他师傅是谁？海报上没写师傅名，只写荆州剧社班主本人就是非遗传承人。我师傅也是非遗传承人，可咱们没写。写不写，上台才知道。海报上的字是刷的，台上的戏是唱的。
刷出来的字，观众看完就忘了；唱出来的戏，观众走了还记着。张团长，这是咱们金州剧社的节目单，您多指点。金州剧社年年拿奖，今年又是压轴吧？压轴不压轴的看安排，不过实力在这儿，观众认。金州老师，听说秉义班也参赛了。秉义班，乡镇推荐的那个？对，听说他们初赛排第8。哼，乡镇推荐的草台班子连彩排都不来，太狂了。您说是不是？文化馆通知了3次彩排，他们1次没到，不是狂是什么？秉义班说他们不用彩排。什么？不用彩排？他当这是庙会呢？这是正规比赛，舞台调度、灯光走位、乐队配合，不彩排怎么行？哼，等着看吧。初赛让他们蒙过去，复赛有他们好看。班主，金州剧社的班主在后台说咱坏话。说什么？说咱是乡镇推荐的草台班子，连彩排都不来，太狂了。还说初赛是让咱蒙过去的，复赛有咱好看。狂？咱那是忙着练功，啊？他懂个屁！老周，你小声点儿，这是旅馆，隔墙有耳。我怕谁听见？吉州剧社那帮人仗着人多道具多，看不起咱。咱秉义班唱戏的时候，他吉州剧社的班主还在揣裆裤呢。班主，咱们的化妆间被换了。金州剧社占了2间大房，咱们就剩个厕所旁的小间。能放下箱子就行。班主，没有镜子，怎么勾脸？春桃，来搭把手。厕所旁边怎么了？离厕所近，上台不用跑大老远。镜子，咱们自己带。班主，他们这是欺负人！欺负人？他们站大间，咱们站小间。台上唱戏，不看出身，看嗓子。班主，这地方连转身都费劲。转身费劲就不转身。台上该有的身段一个不少，台下怎么凑合，台上怎么亮堂。师傅，他们在里面试服装呢，20几个人，挤得满满当当。人多地方大，热闹；咱们人少，地方小清静，正好对此。这是我们的椅子，谁搬的？金州剧社的人说椅子不够用，临时借用一下。借用？不问就拿？他们人多，椅子确实不够，你们人少，凑合一下。这不是欺负人是什么？昨天换房，今天搬椅子，明天是不是要把咱们赶出后台？老周师傅，您别激动，椅子我帮你们要回来。要回来？他们用过的东西，咱们还做吗？椅子不要了。班主，那是咱们的椅子。椅子是坐人的，他们坐过了，咱们不坐。小板凳比椅子好，坐着踏实。嗯。班主，这板凳，庙会上咱们不也坐板凳？打鼓场的土台子连板凳都没有，蹲着唱。现在有板凳，有屋顶，比庙会强多了。来对词。
荆州剧社站大间，站椅子站的是面子，咱们站小间坐板凳站的是里子。面子是虚的，里子是实的。班主，明天他们要是再把镜子砸了怎么办？镜子砸了，就用脸盆里的水照；脸盆裂了，就到厕所的水龙头前照。只要脸还在，就能勾脸。班主，我现在就想唱，唱给他们听听。现在不唱，留着，复赛的时候一句一句唱给他们听。班主，前7个唱完了，观众走了一大半，椅子上空出一片。荆州剧社上场了。穆桂英出来了，好旗一抖，满台金光。道具多，人影乱，听不出嗓子。评委席往前凑了，你看，那个女评委在点头。完了，该咱了。门外有人。什么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听说今天初赛，咱道河镇的人能不来？拖拉机开了2个钟头，没票，不让进。这同志说里头满座了，确实满座了，300个座位，1个空位都没有。没座位咱站着，站票不要钱吧？跟我来，站票不要钱，我给你们找地儿。站这儿，别出声。不出声，咱就听。下一个节目，道河镇秉义盘打龙袍选段。陈宝珍跪金殿，听国母诉冤。一字字，一句句句，痛彻心间。陈宝珍定要不负苍天，为官一人，造福一方，保我大宋万万的年。扎！好！秉义班95分，怎么才第2？不公平！大娘，第2也不差。荆州剧社灯光布景齐上阵，咱就一把弦子一张嘴。那评委眼珠子长脚后跟了。老太太，小声点儿，人家还没走完。李班主，我个人给了满分，决赛见。谢你，念祖，收拾收拾，天不早了。师傅，第2。那评委说的，我听见了，干活。让他睡。昨晚上对词到后半夜，天快亮才眯了一会儿。师傅，决赛咱唱哪折？回去再说。我梦见咱拿了第1。做梦也不算数。班主，打鼓场有人。我看见了。念祖，听说拿第2了。第2，全场第2，荆州剧社第1。他们道具多，排场大。道具多算个屁！咱念祖的嗓子，那才是真功夫。评委眼瞎。赵强、大林、小武，你们也上台了。刘大爷，我们没上台，都是师傅唱的。
赵强、大林、小武，上去。师傅，上去。班主，我们没独立唱过，初赛是您在台上，我们在侧幕，所以让你们唱。不是唱给评委，是唱给台下的人听。师傅，唱哪出？小放牛，赵强起调，大林接，小武收尾。别看我了，看台下。赵州桥来什么人修？玉石栏杆什么人留？骑驴什么人桥上走？好，念祖，明天复赛，那荆州剧社放出话了，说要拿压箱底儿的绝活。是啊，听说他们那出《贵妃醉酒》行头值好几万，灯光一打，满台金光。咱也有压箱底。啥？台下坐着的人，台上站着的人，这就是压箱底。明天复赛，唱断桥。赵强，你拉过门；大林，你翻弦子；小武，你接青鱼和声。记住今晚张大娘那一声好。复赛的时候，台下也有这样的人，唱给他们听。哎呀，班主，那凤冠晃得我眼花。晃眼的是灯，不是凤冠。班主，下一个就是咱，他们得分出来了，96，全场最高。96是打给凤冠的，不是打给嗓子的。班主，您不穿那件金丝银线的？不穿。他们演贵妃醉酒，我演断桥残雪，素衣才能衬出白娘子的贞洁。李家班断桥选段。救你闯险山岭之道走，与河同路大仙大战山头，为妻我舍身枉死将你救，你不该卑微，且又把那金山来偷。李班主，这段唱法，我找了20年。班主，98，复赛第一。总分反超了，荆州剧社96，咱98。师傅，这唱法，我替您唱出来了。老班主知道了也会替你高兴的。剩下的比赛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不用担心。台上拼的是唱功，是初心，是底气。我们踏踏实实唱戏，堂堂正常比试。班主，外面人满了，塑料凳加了2排，门外还站着50多个。站着的比坐着的更近。班主，嫌我换了新的，拉了3遍。不换，用旧型。复赛他帮我赢了，决赛他认得你。李老师，直播开了，网上8000人等着。完了，啊，今晚不是直播，是唱给台下的，台上分心，台下就散了。
陈师傅，我紧张。紧张什么？台下坐的是人，不是老虎。老虎吃人，人给掌声。师傅，荆州剧社上场，唱的是《贵妃醉酒》。这靠旗，新做的。他们班主这回是下血本了。90分往上跑不了，又不是给他们唱的。95分。95，该你们了。别砸台。你砸没砸过台？肯定砸过，结果3年没上台。那你还站着？所以我跟你说，别砸台。台是木的，砸不烂；嗓子是肉长的，唱不绝。李家帮断桥全本。小青梅且慢居，龙铉宝剑。时之望与官人天长地久，有谁知与发法海中下火头。端阳节必为其胸膛下酒，仙缘心下官人命葬就有。弦断了，老周你手，别管手。念祖，怎么回事？弦断了，这算事故。念祖哥停住了。那不是断桥。谁说不是？断桥的魂儿在弦断之后。念祖，你唱你自己的。刚才那句“现原形下官人命丧九幽，弦崩的时候你气没断”，那就是你的。念祖哥，你起头，我们跟。念祖，我们跟着你。各位老师，我唱一个断桥的魂。是啦，你可知为其千年修人身，千年修真情，千年修行毁于一旦，只为断桥一回眸。断桥不断，恩情断。好，这比原版断桥更绝。不是事故，是戏。98。班主是98。李班主，荆州剧社申请复核，他们说你们在舞台上失误了，弦断了，锤飞了，踩了袖子，98不合理。踩的是我自己袖子，步子没收住，但那一脚踩下去，我顺势改了个跪步转身，把失误编进身段里。这些事儿我要核实。您尽管核实，台下5位评委老师都看着，他们打了98，不是没瞧见这些。就算你没停，那也是失误。评审标准上写了，舞台失误要扣分。评审标准上也写了，失误不中断不漏阙，当场补救的，按完成度打分。李盘主说的在理，复核申请我收了，但评审规则我也得守。会长，3个失误全部当场补救，无一中断，这叫什么？这不叫失误，这叫功底。谢会长，不是我给你面子，是你自己争的气。98，实至名归。复核可以，但如果复核结果是分数打低了怎么办？那就让他们再听一遍。你们那是失误，弦断了是失误。弦断了是水断的，锤飞了是雷劈的，我踩了袖子是浪卷的，台上唱的是水漫金山，不是失误。你这是歪理。不是歪理，是戏理，戏比理大。复核申请我收下，但结果等明天。明天我还可以唱，他们还能听吗？念祖，98，咱道和镇赢了，98分啊！我活了60年，头回见这么高的分儿。大娘，还没赢，等复查。李班主，荆州那帮人刚才脸都绿了，解气。复核啥？50多双耳朵听着呢。评委那巴掌拍得多响，比我家杀猪动静都大。不可个冒，咱耳朵不聋，那满堂彩是实打实喊出来的。谁要是敢黑咱，我老婆子第一个不饶他。张大娘，您这嗓子比我家杀猪动静还大呢。班主，节目顺序被改了。改成什么了？荆州剧社从压轴挪到了倒数第2，咱们被调到了压轴，最后一个演。压轴？那得等2个多钟头，嗓子都凉了。荆州剧社班主申请的，
说让你们香椿班子见识见识正规戏的排场。压轴怕你们等不起，这是憋着要耗咱们体力。压轴好，台下的人等到最后才是真听戏的，前面的戏再花哨，听过就忘了。压轴的声，他们带回家，夜里还睡不着。对此，不急。班主，内弦被人动了。什么？弦上有一道细痕，比头发丝还细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音准低了半个调，拉到高音就发哑。下午咱们出去吃饭那会儿，小间里没人守。我的旧锤也被人泡了水，放在窗台底下，一盆水浇上去，现在软得像棉花。师傅，怎么办？外弦还在，老周，你拉外弦，我降调唱，内弦负责苍劲，外弦负责透亮，咱们用透亮托底。班主，单外弦撑不住全本的厚重，单弦撑不住，人声撑得住。刘婶儿，新锤敲重些，锣鼓响了，弦就不显得单。班主，敲多重？敲到台下的人忘了只有一根弦。赵强、大林、小武，今天翻几个？师傅说几个就几个。翻6个，开场2个，中场2个，结尾2个，让台下的人知道，秉义堂不光有嗓子，还有功夫。李老师，网上直播开了，2万多人在线等。不管，今晚唱给台下这300个人听，网上的人看屏幕，台下的人看眼睛，眼睛对上了，戏才进得去。那我给您拍一段，不发，留着。留着可以，别举太高，挡了镜子。压轴节目：道汉镇秉义传统剧目《打龙袍》全本。班主张大洋他们又来了。让他们站着听，站着的比坐着的更近些。班主，单外弦。单外弦也是弦，只要不断就能拉。龙车丰年进皇城，御街上来了我讨饭的人。眼不明，观不见花花美景，看不见汴梁城文武公卿。陈宝珍同归秦毛不苏联，一字句一句句痛彻心间。20年前遭沿海，冷宫之内受熬夜。陈宝珍灵药步步苍天，关一人造福一方，保我大宋万万年。炸包龙图大作在开封府，保我大宋万万年。班主，李班主，决赛得分99分，全场最高。99，总分反超荆州剧社3分，复赛98，决赛99，2项加权，你们第一。不可能，他们弦断了，单外弦唱全本，这是违规。弦断是包拯怒铡陈世美的气，锤心是包拯铁面无私的声，这不是失误，是戏理，戏理规矩大。正式文件3天后下发，今天的结果全场300人见证。谢谢，我等。念祖69分，但道和镇赢了。念祖，咱们张家村庙会年年是十里八乡的头一场。你们秉义班拿了第1，头一场戏必须在我们村开锣。你们村庙会是头一场，我们村秋收节就是第2场。戏班唱戏看节气，不看谁先谁后。李班主，我们小河沟穷，没庙会也没秋收节，但全村凑了这袋红薯，就求一场。你们要是嫌路远，我们套驴车来接。3位，请帖我接了。3天1场，按着路程排。第1场，张家村，庙会正日子；第2场，李家庄，秋收节；第3场，小河沟。班主，3天1场，复赛决赛刚唱完，老周的弦断了3根，刘婶的锤裂了口子，您自己的嗓子，决赛最后那句甩腔，我听着都替您喉咙疼。班主，内弦还没换。巡回演出要是再短，
可没有被你嫌了。外线单拉撑不住全本的厚重。班主，这锤敲到决赛，木头里都是汗，再敲怕是要散架。弦断了，用外弦顶；锤散了，用手掌拍。嗓子哑了，用气硬哼。戏班不是比完赛就封箱的，是比完赛才开箱的。3天1场，不是唱给3个村子听的，是唱给整条路上的人听的。20里，咱们走过去，一路走，一路就是戏。班主，那金州村那边要是真来闹呢？上回金州剧社在县里头使阴招，这回咱跑到他们眼皮子底下唱，不等于骑人脸上下蛋吗？老周，你可别乌鸦嘴。那帮人上次把咱节目调到第1个，还没算账呢。怕他做甚？当兵的时候枪子儿都捡过来了，还怕唾沫星子？他们告他们的，咱们跳咱们的。20里路，走一步是一步的锣鼓，走到哪儿，戏台子就搭到哪儿。班主，那金州村那边要是真来闹呢？他闲话的戏头早散了。念祖啊，你先坐下。会长直说吧，是不是巡回演出的事？巡回演出唱到金州村第5个村子，有人投诉你们露天演出扰民，信递到了县环保局，环保局又转给了我们协会。噪音，这个归环保局管，我说不上话。可人家把信转过来了，我就不能找你谈谈。你就当给我个面子，先看看这封信。金州村，谁投诉的？念祖哥，我看看。金州村村民代表。县里来人了，就是那个投诉的事儿。老乡，最近村里唱戏，你们觉得吵不吵？吵什么吵？自家门口的戏，热闹还来不及，扰民？扰什么民？我们请来的戏团，自己花钱请的，我们自己爱听，谁管得着？您别激动，我就是来听听情况。张书记，我跟你说，这戏班子1年才来1回，村里老人等这一天等了大半年。你说扰民，问问他们，哪个觉得被扰了？我们愿意听。谁投诉的？让他自己来跟我说。我明白了，露天唱了几百年，春天唱祈雨戏，秋天唱丰收戏，冬天唱送神戏。谁听说过噪音？那是乡音，是我们小河沟的根。大爷，您放心，乡音不该断。有你这句话，老汉我就放心了。不搞了。可是搞不过，人家凭本事赢的，咱不好好练武，净想着走偏门，这叫什么事儿？
走，咱也去看看，学学人家怎么唱。念祖，省里来的。张书记，什么事儿？从你们演完那天算起，整整3个月。省非遗中心的专家那晚坐在第1排，你唱完打龙袍，他们在台下就把申报材料拟好了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，秉义旁断桥绝唱100年传承。国家级的，国家级的，第5批，全省就3个，咱们安水县头1个。念祖哥，10年了，从你接手那天到今天。10年，师傅把那把钥匙给我的时候，说不到山穷水尽别计断桥。他老人家说的，我办到了。念祖，会长说今天不光授牌，还想再看一段，就一小段，不拘什么。那就唱《断桥》。小青梅且慢举，龙轩宝剑。徐郎啊，你莫要怕，细听我言。你的妻原不是半奸女，其本是峨眉山一蛇仙。李班主，接好。这牌子是师傅，是老周的，是春桃的，是刘婶的，是陈叔的，是庙会那晚咬着牙搭台子的每一个乡亲的。